以军不打巷战，不进地道，却成功攻入加沙核心地带，并利用各种手段摧毁加沙地道，消灭哈马斯。加沙地道网络将彻底失效，甚至有以军高层坦言，整个中东地区将再无哈马斯容身之地，他们将会被以色列军队彻底击败，直至消失。下面请看详细报道。11月7日，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军在海陆空部队的充分协调下，对加沙城发起猛烈攻势，以挺进加沙城中心。加兰特称，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辛瓦尔已受困在一处掩体中，目前以军正在加沙城中心展开行动。尽管哈马斯还有零星抵抗，但仍无法阻止以色列向前推进。以军已大约控制了加沙大约10平方公里的地盘。在战术选择上，有媒体称，美国给以色列军队的建议是采取伊拉克战争中美英围攻摩苏尔的打法，即定点清除加重点特种突击的战术。但以色列似乎还未接受这种打法，而是选择了全面推进。现正从加沙中部向北部和南部缓慢推进。美国白宫10月23日就已证实，向以色列派遣了军事顾问。在加沙北侧，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以军吉瓦地旅的士兵已经攻占了加沙地带贾巴利亚和哈马斯行动总部之一，并在那里发现了文件、计算机、作战地图和其他材料，特别是包含哈马斯指挥官个人数据的材料。可见这些哈马斯逃得相当匆忙。同时，以军第460装甲旅还在加沙北部发现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器，缴获了约50枚火箭弹，并成功袭击了加沙圣城医院附近的哈马斯的武器库，给哈马斯造成不小的麻烦。对此，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在每日简报中表示，地面部队成功孤立并包围加沙北部后，正在加大对加沙城的压力。哈加里少将还表示，在哈马斯的地道网络中，我们的作战工程部队正在使用不同的设备，拆除他们遇到的每一条地道。如在加沙中部，以军精锐亚哈洛姆第7107营以及纳哈尔旅和内盖夫旅等步兵部队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一旦发现哈马斯地道入口，就会马上采取挖掘竖井、埋设炸药、直接炸毁等方式来埋葬哈马斯。这一块稍后会细说。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在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中搜出了专供地道供氧的氧气压缩机，这从侧面说明哈马斯在地道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因为以色列是严控燃料进入加沙的，只允许保有医院运行所需的燃料，而地道里抽排气设备需要大量燃料驱动，没有燃料等于是被釜底抽薪，靠氧气压缩机只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面对躲在加沙地道的哈马斯，以军的策略就是不打巷战，不进地道，发现一个地道就填埋一个地道，这样哈马斯的活动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要么被赶出地道，要么就闷死在地道中。这也直接打脸了很多专家和哈马斯粉丝，他们坚定认为以军必将陷入苦战的，巷战和地道战没有发生。当然，以色列明知加沙地道网络庞大，自然也不会给哈马斯这样的机会。毕竟在过去20年间，哈马斯在加沙修建了错综复杂的地道系统，地道内埋设了各式地雷、抗坚固打击。在作战中，哈马斯不仅可以利用地道隐蔽躲藏，还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袭击以军。所以，想要对人口稠密且地道密布的城市发动全面进攻，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火力军再说2个更直观的例子，大家就知道贸然进行巷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近几十年最惨烈的巷战，应该是俄罗斯和车臣在格罗尼兹发生的2次巷战，大家应该没意见吧？第一次是在1995年，第二次是在1999年12月25日至2000年2月。1918年建立的格罗尼兹城是按照作战要塞的要求设计的，城内堡垒星罗棋布，密如蛛网，加上室内有苏联时代修建的4通8达地下通道和防空设施，所以这里爆发的2次巷战堪称2战后最血腥的战役。第一次巷战时，首先攻进市中心的俄军第131旅和第81摩托化步兵团遭到车臣武装精锐部队阿布哈兹营和穆斯林营的猛攻，最终第131旅攻入市中心的300多人，伤亡达70人，旅长阵亡。第81摩托化步兵团更惨，一个1000余人的团只有1名军官和10名士兵活着撤离市中心，其随行的26辆俄军坦克被击毁了20辆，120辆装甲车也损失了102辆。第二次格罗兹尼巷战发生在5年后，俄军吸取了上一次巷战的教训，普京亲自下命令调集了2000余名特种部队成员，这其中绝大部分是狙击手跟神枪手。而俄军这次采用了以分散对分散、以小组对小组的作战方式，
不再采用常规部队大规模进军作战方式，但结果依旧惨烈。俄军2000余名特种兵阵亡1173名，甚至俄军前线总指挥马洛费耶夫少将也被射杀。可见巷战绝对是进攻方的噩梦。当然，这也和进攻方战术水平有关，毕竟一打仗就靠人堆的俄军从来就不怕死多少人。但对于其他惜命的军事强国，进攻城市并没有像俄军那么恼火。比如当年美军打伊拉克、打利比亚时，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打巷战美军必死伤惨重，但结果呢，根本没有什么巷战，美军直接火力覆盖打击，摧枯拉朽般赢得了胜利。现在以色列也是如此，在确定地道里全是哈马斯成员后，便利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了摧毁打击。之前哈马斯政治局高级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被问到，既然地道如此坚固，储备如此丰富，为什么不让加沙平民躲在其中？马尔祖克表示，我们修建地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护自己免受袭击和杀害，这些地道能让我们不受空袭伤害，且能让我们在地道内作战。马尔祖克还补充说，加沙75%的人口是难民，联合国有责任保护他们。这位哈马斯高官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加沙地下庞大的地道网络只是为了保护哈马斯成员，至于保护平民，那是以色列和联合国的事儿。既然马尔祖克都说加沙地道里都是哈马斯成员，事情就好办了。以军直接采取了快打快撤战术，组成若干个地道侦察小队，并配备了地面和空中传感器、地面穿透雷达以及专门的钻探设备。他们用卡特彼勒第9装甲推土机和美洲狮重型战车推平哈马斯藏匿地点，用探地雷达寻找哈马斯地道的出入口，然后使用海绵炸弹、机器人、水烟等方法来封堵和摧毁哈马斯和地道，更是使用 AI 生成打击哈马斯目标，是要把哈马斯解决干净。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军一名高级情报官员透露，自10月7日冲突开始以来，以军的情报目标库已协助打击了加沙地区1.1万多个目标。同时，该高级官员还表示，由高度先进的人工智能主导的目标库还帮助以军士兵在1天内瞄准并摧毁了150个地道目标。但火力军想说 ，AI 战争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因为 AI 有了意识就可能会犯错，万一搞错了目标，造成纠纷，或是用错了炸弹，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甚至发生反叛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关于 AI 参与战争，火力军今后会单开一期详细讲解。我们接着看哈以冲突。面对以军的不断打击，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呼吁停火谈判，并称愿意进行磋商，但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以色列这次是要彻底埋葬哈马斯。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以接受人道主义暂时停火，但不接受长期停火。以色列将在战后无限期内对加沙承担全面安全责任。这是以色列方面迄今为止对战后加沙地区安全责任问题做出的最为清晰的表述。以色列的战后可能将加沙还给巴勒斯坦，但安全将由以色列负责。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种战后模式的具体形式，但可以预见的是，哈马斯这次要从加沙彻底消失。以军总参谋长赫尔奇·哈勒维中将在参观以色列空军 F-35I 战斗机机队时也警告说，以色列知道到达中东任何地方的方法，要非常严厉地打击哈马斯的领导层。看样子，哈马斯今后不止在加沙，恐怕在中东任何地区都不安全了。同时，以军发言人阿维切·阿德拉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表示，以军再次允许加沙地带居民于当地时间11月6日10点至14点，沿着萨拉丁公路从北部疏散到南部。等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后，哈马斯的境况将变得更加糟糕。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个月，阿拉伯国家罕见地达成默契，可以声援、袭扰、谴责，但下场支持哈马斯不行。11月4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声称要不断袭击以色列，却不敢直接对以色列宣战。不过，每天的摩擦还是有的，经常会向以军阵地发射反坦克导弹，而以军则用精确制导炸弹和炮弹回应。美国方面先是派遣航母战斗群，后又派出可携带154枚核弹头的俄亥俄级潜艇 B-1轰炸机到达中东地区。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在加沙的未来中发挥核心作用。阿巴斯此前也强调称，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加沙地面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可能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布林肯还访问约旦河西岸、伊拉克、土耳其、塞浦路斯，力求说服阿拉伯国家不要参与使战争升级的行动。
再加上美国总统拜登11月6日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重申了他坚定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可见美国方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对此，伊朗方面警告美国称，如果加沙不停火，美国将遭受严重打击。但这种警告更多的是一种不具备实力的威胁。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和以色列又间隔太远，发射的无人机、导弹很容易被以色列击落。之前的 F-35I 击落巡航导弹和歼2拦截弹道导弹就是例子。总的来说，在加沙，哈马斯即将失去赖以抵抗的全部地道，作战将毫无优势。加上以色列下定决心要彻底埋葬哈马斯，以及各方的态度，哈马斯估计要走到头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全部内容。对于哈马斯的近况，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